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年龄越大越要多吃肉，没错，两种肉尤其要多吃，或离长寿更近。提到老年人养生，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句俗语，有钱难买老来瘦。因此不少人将这句话理解为，想要长寿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多吃素食，尽量的少吃荤腥。可这样的做法科学吗？经常吃肉和吃素的人，年老之后他们的身体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早之前，北京大学的一些科研组进行过相关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1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3个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样庞大的比例数字背后，则是反映出了中国老年人长期错误的饮食观念和习惯。其中最经常犯的一种错误就是素食主义，基本上很少的摄入肉食。长期这样做的话，会导致身体反而会越来越差，出现以下4种结果。坏处1，肌肉流失严重。蔬菜中虽然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可蛋白质的含量却很低。作为生命的主要来源，蛋白质是人体每天必须摄入的营养元素之一。长期的缺乏蛋白质的摄入，会导致肌肉渐渐的流失，对身体的正常机能造成干扰和影响。肌肉流失时最大的特点就是体重迅速的下降，但视觉上却没有这么明显。伴随着肌肉流失，身体的体脂率反而会越来越高，对内脏的负担也会增加，更容易患上流传性疾病，导致基础疾病严重恶化。坏处2，诱发缺铁性贫血。铁元素是人体血红蛋白的主要合成元素之一，因此贫血的人要格外的注意在饮食中摄入铁元素。钙、铁、锌这类的元素广泛的存在于动物蛋白中，蔬菜中的含量比例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什么素食主义的人是更容易的患上缺铁性贫血等疾病的原因。坏处3，加重肥胖。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有些不理解，不吃肉的人不应该会瘦吗？为什么却说长期吃素的人反而更容易肥胖呢？其实有个笑话就能够解释其中的门道。猪八戒跟着唐僧取经走了10万8千里，吃了1路的斋饭，你看他瘦了没有？素食主义的人一般会吃的更多的淀粉类的食物来补充能量，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快碳。我们中国人饭桌上经常见到的馒头、包子、小米粥、油饼等，这些都是快碳。这样的碳水化合物也被称为是劣质的碳水，因为营养很少，饱腹感也差，进入人体后很快就会转化成葡萄糖，然后再变为脂肪囤积在人体内。想想寺院里的和尚，从古至今有几个是瘦子的？高僧圆寂后烧出来的佛舍利，其实就是僧人长期吃素后留在身体里面的结石。坏处4，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是肉类，因此不吃肉的人会缺乏这项的营养元素。长期缺乏维生素 B12 的后果很严重，比如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红细胞变得越来越脆弱，进而影响到神经细胞，严重的话可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和概率。综上所述，经常吃素对身体弊大于利，素食主义利于养生的说法自然是不科学的。那么老年人应该怎么吃才能够让身体更加的健康呢？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对于年轻人来说，素食主义对身体的伤害还没有这么大，对于老年人而言，这样的错误的饮食方式所存在的弊端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远远的不如年轻人，身体内蛋白质的流失速度远远的超过了合成的速度，因此
老年人需要补充更多的优质蛋白。如果控制不好量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计算。平均1公斤的体重，一天就需要摄入1克的蛋白质。有些老年人知道补充蛋白质的重要，但却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去补充。想要摄入优质蛋白，每天要保证1杯的牛奶，然后就是适当的吃一些肉，但不是什么肉都可以。有些肉吃了不仅不能补充蛋白，还会增加内脏的负担。在所有的肉类，最好选择白肉，也就是鸡肉、鱼肉以及贝壳、海鲜类的肉。其中最推荐的就是鱼肉，这是一种优质的蛋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健康非常的有裨益。所以隔3差5就吃鱼的老年人，心脏病的发病概率会低很多，也不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和中风。鱼肉还是 DHA 的优质来源，可以改善记忆力。对上了岁数、头脑不太清楚的老年人而言，鱼肉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们尽量避免食用的肉，主要就是五花肉、腌制肉和加工肉。喜欢吃红肉的老年朋友尽量的避开猪肉，尤其是五花肉。虽然五花肉的口感更好，也是中国不少传统美食的制作原材料之一，但五花肉的营养价值较低，容易摄入过多劣质的脂肪，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增加内脏风险。有必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牛羊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至于火腿、培根、香肠、罐头等等，这类加工制作过或者是腌制过的肉类，老年朋友们尽量还是不要吃。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优先的推荐水煮等较为清淡的方式。肉类经过爆炒或者是油炸，食材本身的营养元素会被破坏流失，制作过程中也会让食物裹挟太多油脂，对身体反而不好了。既然吃肉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吃得越多越好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赶紧的打住。其实这里就和俗语中的有钱难买老来瘦不谋而合，这就属于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大家理解的时候这样的错误。俗语真正的想告诫人们的是，在饮食的过程中不要过多的摄入肉类，而是应该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有一定的比例和量。不管是什么食物，一味的摄入过多都会变成人体的负担。想要健康长寿，还是要靠合理的健康饮食，再配合上适当的体育锻炼，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